他曾是身价2500亿的中国首富，也是2022年被警方带走的案犯。从巅峰坠落，只因资本市场那黑暗的20分钟，其公司市值蒸发1440亿，瞬间爆仓。他靠贷款、梭哈、杠杆上天起家，以借壳上市和左手倒右手的财技为秘诀，甚至曾将发改委告上法庭。他就是自称要为中国打赢第3次工业革命的光伏枭雄李河君。时间来到2015年5月20号，香港股市当时身价高达1600多亿，刚刚登顶中国首富的李河君正坐在某个高端论坛的台上，可能还在畅想着他的移动能源帝国，但他绝对想不到，在看不见的电子盘后面，他的财富正在经历一场自由落体。就在这短短的20分钟里，他的上市公司汉能薄膜发电的股价像个断了线的风筝，直线暴跌了47%，1440亿港元的市值说没就没了。咱们打个比方，这相当于每分钟蒸发掉46个小目标，这种速度别说救火了，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我每次复盘这个过程都觉得后背发凉，这可不是什么意外事故，而是一场早已布好局的猎杀。其实在那之前，像英国金融时报这样的专业媒体就已经连续发文，直接戳破了汉能最大的泡沫。它超过90%的收入都是来自跟自己母公司之间的左手倒右手，说白了就是自己造个设备，高价卖给自己控股的另一家公司，把营收和利润做得很漂亮，从而推高股价。这操作在华尔街那些嗜血的鳄鱼们眼里，简直就是一盘摆在面前的大餐。于是大量做空资金早就埋伏好了，就等一个引爆点。所以5/20那天的闪崩看似突然，实则必然。当恐慌像病毒一样蔓延，抛售盘汹涌而出的时候，李河君用杠杆搭建起来的资本大厦就在这20分钟里土崩马解。这不仅仅是股价的崩塌，更是他整个商业模式的信用崩盘。更讽刺的是，仅仅几个月后，香港证监会就直接强制停牌调查。这把曾经助他登上首富宝座的利器，最终成了压垮他的最后一根稻草。看到这儿，就有人问了，李河君这套如此激进、如此依赖杠杆的打法，到底是跟谁学的？我的观点是，这玩意儿是刻在他基因里的，是他从中关村摸爬滚打时期就练就的生存法则，使得他敢借力、敢下注，用杠杆撬动自己原本够不着的巨大蛋糕。这套打法在他后来进军水电站时玩到了极致。他敏锐地发现，建水电站是个印钞机，前期投入大，但建成后现金流稳定。于是他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瞠目结舌的举动，以一家总资产才几十亿的公司去签下总投资近750亿的云南6座水电站项目，这简直是蛇吞象的疯狂样板。果不其然，项目被国家发改委否决了。按常理，一般人也就认了是吧？但李河君不，他干了一件极其硬核的事，他反过来以行政不作为把发改委给告了。虽然后来败诉了，但通过一系列运作，他居然保住了其中最核心的一个水电站项目，就是后来的金安桥水电站。为了建成这个项目，他把杠杆艺术玩出了花，把大工程拆成几千个小合同，让供应商垫款，把未来还没发出来的电、还没产生的收益提前抵押给银行换钱。最终，这个日赚千万的金安桥水电站真的建成了，成了他日后吹嘘的最大资本。李河君建成了金安桥这座日赚千万的超级水电站，放在任何一个企业家身上，这都算是功成名就，可以躺平享受人生了。但李河君偏不，他反而陷入了一种成功的焦虑。为什么呢？因为水电站这生意虽然现金流稳定，像个可靠的现金奶牛，但来钱还是太慢了。它的增长是有天花板的，发电量就那么多，无法支撑他内心那个急速膨胀的资本野心。这个时候，李河君陷入了一个典型的路径依赖陷阱。什么是路径依赖？简单说，就是一个人过去用某种方法取得了巨大成功，他就会迷信这个方法，认为它是万能钥匙，能打开世界上所有的锁。李河君的成功密码是什么？就是2个字：杠杆。他用极限杠杆几乎赌上一切，创造了金安桥的奇迹。这次成功让他坚信了一个道理：世界上没有用高杠杆解决不了的问题，如果有，那一定是杠杆还不够高。他的胃口已经被杠杆养得无比饥渴，他需要一个新的故事，一个比水电更大、更快、更性感的赛道，来承载他更加疯狂的杠杆梦想。于是他瞄准了当时最火热的光伏产业，而且他选择了一条业内很多人都觉得有点非主流的技术路线——薄膜太阳能。这里我给大家打个比方，主流的晶硅光伏好比是市场上的智能手机，技术成熟，产业链完善，但竞争激烈，利润透明。而薄膜太阳能呢，在当时更像是一个概念超前的折叠屏手机，听起来很酷，科技感十足，但成本高，效率存疑，商业化，道路漫漫。可李河君要的就是这个概念，
因为越是有想象空间的东西，才越容易讲出一个惊天动地的资本故事。他从2010年开始高调宣布汉能全面转型薄膜光伏，他在全球疯狂收购了几家拥有顶尖技术的薄膜公司，瞬间给自己披上了全球领先的高科技外衣。同时，他在全国各地画下了一个又一个巨大的饼，宣布要投资数百亿建设生产基地，用未来的就业和税收换取地方政府当时的土地和贷款支持。这一套组合拳已经显现出他玩杠杆的娴熟手法，用未来的承诺撬动当下的资源。但以上这些都只是前菜，真正体现李河君鬼才一面的是他在资本市场上的神来之笔。香港借壳上市，然后上演了一场精彩的自己卖自己买。他先在港股市场找到一家名叫博洋太阳能的半死不活的上市公司，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壳公司，然后一系列令人眼花缭乱的操作开始了。他控制的汉能集团先跟这家壳公司签了一份天价合同，价值25亿多美元，内容是向壳公司卖设备，同时又借给壳公司的股东们一笔钱，可换股债券。这步棋的妙处在哪里呢？这相当于他先借钱给别人，然后让别人用这笔钱来买自己的东西。这样一来，壳公司的账面上突然多了一笔巨大的营收和资产，财务报表瞬间变得无比亮丽。很快，他就通过债转股的方式，顺理成章地成了这家壳公司的实际控制人，然后把公司名字改成了高大上的汉能薄膜发电，借壳上市，大功告成。上市之后，好戏正式上演。汉能薄膜发电这家上市公司的主要业务，就是向他的母公司李河君绝对控股的汉能集团销售那些昂贵的薄膜太阳能生产线。最夸张的时候，上市公司几乎100%的收入都来自这笔自己跟自己做的生意。说白了，这就是极致的左手倒右手。他用自己的右手汉能集团把设备高价卖给了自己的左手红汉能薄膜发电。这个操作厉害在哪儿？他让上市公司的业绩看起来好到爆炸，营收和利润年年暴增。股市上的投资者一看，哇塞，这公司太牛了，绝对是未来科技龙头。于是股价一路狂飙，最高的时候市值冲到了3000亿港元。李河君也凭借持股身价暴涨，登顶了中国首富。为了把这个故事讲得更动听，李河君推出了一个超级科幻的概念——移动能源。他告诉大家，以后薄膜太阳能可以贴在车顶、书包、手机上，随时随地发电。这个故事充满了未来感，让无数投资者为之疯狂。然而，这个看似完美的资本闭环有一个致命的死穴，它完全依赖于股价的持续上涨。李河君把手里大量的上市公司股票抵押给银行，换来新的贷款，再去支撑母公司庞大的投资和开支。这就像一个在悬崖边不断垒高的积木，只要根基稳，就能越垒越高。但一旦有人来抽掉最下面那块积木，整个大厦就会瞬间崩塌。而这块被抽掉的积木，就是外界对左手倒右手关联交易的质疑。当英国的《金融时报》等媒体开始公开质疑，当华尔街的做空机构闻风而动时，恐慌蔓延，股价在2015年5月20日那天的20分钟内闪崩，一切就都结束了。他用来抵押的股票爆仓，银行强行平仓，资金链彻底断裂。当你了解了前面所有的来龙去脉，再回头看那20分钟的股价闪崩，你会有一种完全不同的感觉。这哪是什么意外啊？这分明就是一部早就写好剧本的电影，高潮部分准时上演，分毫不差。当时李河君人还在北京的某个论坛上给大家描绘移动能源的宏伟蓝图呢，但他自己那个用杠杆搭起来的资本大厦已经在后台噼里啪啦的开始垮了，股价一暴跌。最要命的事情发生了，爆仓。他之前把大量的上市公司股票抵押给了银行，换钱去搞新项目，现在股价腰斩，银行吓坏了，为了保住自己的贷款安全，才不管你是不是首富，系统自动触发平仓线，疯狂的抛售他的股票。这一抛，股价跌得更狠，进而引发更多的抛售，形成了一个死亡螺旋，根本停不下来。最讽刺的是，为了弄点现金救命，李河君自己可能都不得不偷偷卖出手里的股票，相当于自己做空自己，加速了崩溃。雪崩之后就是一地鸡毛，公司巨亏上百亿，最惨的是近7000名员工工资被拖欠了快半年，总额超过10个亿，您能想象吗？一家市值曾高达几千亿的公司，连工资都发不出来了。走投无路的李河君还想用老套路自救，高调推出个太阳能汽车，说要颠覆特斯拉，又想方设法回国内 A 股上市，指望咱们国内的散户能接盘。但这一次市场和监管都不傻了，没人再信他这个画饼的故事了。说到这儿，整个故事最残酷、最具有宿命感的一幕来了。当所有路都走不通的时候，李河君终于想起了他最后的家底，他商业生涯最辉煌的勋章，那个号称日赚千万的金安桥水电站。按常理，这该是他的救生圈对吧？但观众朋友们，命运的讽刺就在这里。
这把曾经帮他打开财富之门的金钥匙，最后却成了锁死他生路的铁枷锁。为什么？因为他为了支撑那个庞大的光伏梦，早就把金安桥水电站的股权反复抵押给银行了，前后抵押了几十次，把他最后的信用价值榨得一滴都不剩。当危机来临，他想卖电站换现金时，才发现这个现金奶牛早就不是他的了。他被厚的抵押合同捆得结结实实，根本动不了，最后被法院强制拍卖。曾经估值几百亿的电站，起拍价低得可怜，还屡次流拍，根本卖不掉。更惨的是，水电站本身后来也亏损了，他亲手创造的奇迹，最终变成了埋葬他的坟墓。所以李和军的失败，说到底是一场自我毁灭。他把那套在实体经济里成功的激进打法，生搬硬套到充满泡沫的资本游戏里，结果就是必然的崩塌。2022年，李和军被警方带走，汉能系彻底破产清算，从几千亿的帝国到连公司的办公沙发都被拿来拍卖还债。这场疯狂的资本游戏终于落幕，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迷信过去的成功经验，昨天的解药很可能就是今天的毒药。当时代的浪潮转向，曾经送你上青云的帆船，如果不懂得调整，就会变成拖你下深渊的铁锚。